甲状腺肿瘤是一种在甲状腺区域异常增生的情况。随着医学的进展，它在临床上的检测率不断提高。以前，检测率约为 3%到7%，但高分辨率超声检查的应用使其达到 20%到76%。这意味着我们更容易检测到这种疾病，并且能够早期识别和处理。甲状腺肿瘤是指甲状腺细胞在局部异常生长，这一现象在临床上的检测率不断上升，这归功于医学的进步。高分辨率超声检查的普及使检测率大幅提高，从 3%到7%上升到 20%到76%。这进展不仅引起更多关注，还提供更好的治疗选择。因为早期检测和治疗可以降低恶变风险。早上醒来时，若有以下3种症状之一，或者甲状腺出现肿瘤，就应尽早进行检查。早晨感觉多汗，甲状腺肿瘤可能导致甲状腺功能亢进，促使身体新陈代谢加速，特别是在早上，当你还没吃东西或运动之前，身体新陈代谢通常较低。如果你感到过度出汗，应考虑是否与甲状腺肿瘤有关。早晨感觉非常饿，当甲状腺肿瘤功能活跃时，它会释放大量甲状腺激素，导致代谢率升高，这可能使你感到非常饿。因此，如果你早上感到极度饥饿，也要考虑是否可能与甲状腺肿瘤有关。早晨感到心跳急促，心跳速度受多种因素影响，通常在剧烈运动后会加速，但在早上醒来时，通常不会有剧烈运动。如果你感到心跳急促，也要考虑是否可能与甲状腺肿瘤有关。这些症状的早期警示可能有助于及早诊断和治疗甲状腺问题，以确保身体的健康和福祉。这4类人容易患上甲状腺肿瘤，提早防范。高点地区居民，过量摄入碘是甲状腺肿瘤的重要因素之一。对于居住在高点地区的人来说，应注意控制摄入的碘量，避免过量摄入。家族遗传倾向，具有家族史的人更容易患上甲状腺肿瘤。如果有家族成员患有甲状腺疾病，应定期进行甲状腺检查，并注意甲状腺肿瘤的预防。年龄较大的女性，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患上甲状腺肿瘤，特别是年龄在40岁以上的女性，这可能与女性的荷尔蒙水平变化和甲状腺组织的敏感性有关。年龄较大的女性应定期进行甲状腺检查，并注意预防措施，接受颈部放射治疗。曾经接受过颈部放射治疗的人，如治疗儿童时期的淋巴瘤或甲状腺癌，会增加甲状腺肿瘤的风险。这些人需要定期进行甲状腺检查，并与医生合作制定预防措施。番茄是甲状腺肿瘤的发物。番茄这个鲜美可口的蔬菜，在日常饮食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。它那独特的酸甜口感，无论是作为菜肴的佐料，还是作为水果的零食，都能让人回味无穷。然而，关于番茄是否为甲状腺肿瘤的发物，却存在不少争议。有人认为，番茄作为一种寒性食物，进入体内后可能会加重身体的寒湿之气，影响内分泌，从而刺激甲状腺肿瘤的产生。然而，这种观点是否正确呢？首先，我们不能忽视的是番茄的营养价值。它富含维生素 C、胡萝卜素、番茄红素等多种营养成分，这些物质对人体健康起着重要的作用。此外，中医认为番茄性平味甘，并不会对身体产生寒湿之气的影响，也不会刺激甲状腺肿瘤的产生。相反，番茄还有助于排毒养颜、降低血压、血脂、预防心血管疾病等多种疾病。当然，任何食物的摄入都应该适量。过量的食用番茄也可能导致腹泻等不适症状。但总的来说，甲状腺肿瘤患者可以放心享用番茄，无需担心会对身体造成不良影响。医生不想肿瘤生长，3种蔬菜莫贪吃。菠菜，菠菜是一种富含营养的蔬菜，但是甲状腺肿瘤患者并不适合食用，这是因为菠菜中含有草酸，这种物质会与人体内的钙离子结合，形成不易被人体吸收的草酸钙，从而影响甲状腺对钙离子的吸收。此外，草酸还会干扰甲状腺激素的合成和分泌，加重甲状腺肿瘤的症状。所以，甲状腺肿瘤患者应该避免食用菠菜。
除了菠菜，甲状腺肿瘤患者还应注意其他含草酸较多的食物，如苋菜、芥菜、甜菜、萝卜叶等，避免加重病情。竹笋，竹笋鲜嫩可口，营养丰富，是人们餐桌上的美味佳肴。然而，对于那些患有甲状腺肿瘤的女性来说，竹笋却是一种需要谨慎食用的食物。竹笋中含有一种特殊的物质硫氰酸钛，这种物质在人体内会被代谢成硫氰酸和氰化物，这两种物质都会对甲状腺造成一定的负担。硫氰酸和氰化物都可以干扰甲状腺的功能，导致甲状腺功能异常。对于甲状腺肿瘤患者来说，他们的甲状腺本身就已经存在异常，如果再摄入过多的硫氰酸和氰化物，就会对甲状腺造成更大的负担，加重病情。花椰菜，花椰菜是一种常见的蔬菜，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，但对于甲状腺肿瘤患者来说，却并不适合食用。这是因为花椰菜中含有一种叫做硫代葡萄糖苷的物质，这种物质在人体内会转化成硫氰酸盐，从而抑制甲状腺对碘的吸收，导致甲状腺肿大或者甲状腺肿瘤的形成。因此，甲状腺肿瘤患者应该避免食用花椰菜，以免加重病情。甲状腺肿瘤患者可常吃这三物，有利消散肿瘤。冬瓜，冬瓜具有清热解毒、利尿消肿的作用，可以促进甲状腺肿瘤的消散。同时，冬瓜还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，如维生素 C、钾、镁等，能够补充身体所需的营养，提高免疫力。黑木耳，黑木耳含有膳食纤维、胶原蛋白等营养物质，能够提高抵抗力，促进新陈代谢，减轻甲状腺的压力，改善甲状腺肿瘤。此外，黑木耳还具有清理血液中的垃圾、净化血液、养护血管的作用。丝瓜，丝瓜具有抑制甲状腺肿瘤增长的作用，有利于肿瘤慢慢变好，对甲状腺也有一定的养护作用。同时，丝瓜还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，能够补充身体所需的营养。阅读延伸，甲状腺肿瘤多少 mm 以上建议手术？甲状腺肿瘤的手术指征并不仅仅取决于肿瘤的大小，而是需要综合考虑多个因素。一般来说，如果甲状腺肿瘤大于3厘米，患者可能会出现明显的压迫症状，如呼吸困难、饮水呛咳等。这种情况下，无论肿瘤是良性还是恶性，均建议行手术治疗。对于小于3厘米的肿瘤，如果其形态结构明显是良性病变，可暂时行彩超动态复查。如果复查过程中发现肿瘤发生了异常改变，可考虑行手术治疗。如果肿瘤伴有丰富血流信号、纵横比大于1、边界不清、回声不均匀等恶性征象，也建议行手术切除，同时行淋巴结清扫。因此，甲状腺肿瘤手术指征需要医生结合患者的具体情况进行综合判断，